在玉树这几天，我们参与守护了草原上的国家2级保护动物藏狐。没想到，在玉树还生活着另一种国家2级保护动物，它曾消失了10多年，最近才被人们重新发现。这儿就是玉树市的市中心，然后这条河就是流经市中心的一条河，叫扎曲河。这个河里边竟然有水獭，而且数量还不少。水獭我见过很多，但都是在网上。它的可爱很少有人抵抗得了，尤其是它的眼睛能露出眼白，所以能做出很多像人的表情。网上流传不少它的表情包，但我不知道水獭竟然在中国有分布，而且依然存在于野外。一条河里如果有水獭，就说明这条河的生态是特别好，是吗？很健康。因为水獭就是河流生态的一个顶级捕食者。中国曾经有3种水獭：亚洲小爪水獭、江獭，还有欧亚水獭。亚洲小爪水獭个儿最小，脸也最萌，表情包里边常见的那个就是它。现在中国个别地区还有。江獭呢是在中国很多年没有记录了，但是在新加坡是最著名的水獭种类。他们家族之间的那个争斗经常登上当地新闻。因为我看网上他们特逗，2个帮派干架啊，一边从这儿一把游过来，一边从这儿游过来，然后就开始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在水里。欧亚水獭是中国现在最多的水獭，适应力最强，从高原到海边全行。玉树闹市区这条河里的就是欧亚水獭。这个地儿啊，我几年前来过，就在下面这个河滩上发现过水獭的脚印儿。如果冬天的时候露出河滩来，就会发现粪便。像在我们国家，就是说水獭的分布来说，哪些地方是比较多的？这个事儿啊很有意思。以前水獭几乎是遍布中国所有的省份，其实到80年代的时候，很多地方的水獭还是成灾呢。水獭皮毛很多的这个服饰都喜欢用它来做镶边儿。全球变化使得这个河岸干涸，水污染，水里边没有足够的鱼，对水獭本身的这个杀害啊，到了一个很难想象的地步。就几十年的时间，就变成一个大家都没有概念，都不知道哦，水獭还是中国还有水獭。其实仔细想想，非常可怕。只需要1代人的时间，多少物种就在这种忽视中不明不白地消失了。现在这儿啊，这个水涨了很多了，所以把水獭的这些痕迹呢都淹没了。咱们现在在这儿很难看见水獭。不过咱们可以换个地方看，在您的老家上海附近呢，有一个岛叫金堂岛，那个岛上能看到很多水獭。金堂岛，我一看地图，发现宁波通往舟山本岛的大桥正穿过这个岛。为什么这样一个岛上会有那么多水獭？为了解开这个谜团，我邀请了老朋友刘诗诗，一起来到金堂岛一探究竟。大家可能也都知道我不参加综艺类，对，因为我的确不太擅长这方面的。我跟他说的时候呢，他其实是有一些顾虑。他说他个性比较内向。我说我们这个不是常规的那种综艺节目啊，你在这个过程中你去学习和感受就可以了。因为要知道来这里嘛，我觉得就最起码基本要了解一下水獭，做一些功课。今天正好衣服上也穿了这个有水獭的 T 恤。您平时是很喜欢小动物吗？平常也喜欢呀，因为我觉得很可爱的。平时有没有说，比如说你有养一些这种小动物什么的？有猫啊，有狗啊。诗诗姐您好，涂鸦老师好，欢迎来到金堂，欢迎来到金堂。好的。涂鸦老师是原乡生态保护与研究中心的一员，这是一个由年轻人构成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组织。1年前，他们在金堂岛设立了水獭保护工作站，开展调查工作。
我们现在在的位置是我们岛的最东南端，那边其实就是宁波，是大陆了。对，我想说，因为今天比较雾比较大，对，隐隐约约的那些工业区。区就是大陆了，宁波方向。我们可以边走边看。好啊。比如您看这边是不是它有特别高的这样一个海堤？对。右边您看这是淡水，这样的海堤就是为了防止我们的海水入侵到内河的河道里。我觉得就是还蛮神奇的，这边是海，这边就是河，以往可能真的很难看到这样的一个分界线。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就是不知道水獭到底是海里的还是河里的。对，这其实是很多人都有这么一个疑问。其实水獭生活的环境特别多样的一个物种，那么它有内河的种群，也有海岛的种群。那像我们的金堂岛欧亚水獭，它可能就是一个比较偏向于在海岛环境栖居的一个种群。其实人跟水獭一样，在岛上最重要就是淡水。它也要喝淡水，对吧？对，喝，而且它的洗澡，因为它的毛皮是沾了盐分之后就不太能够防水，所以它要去洗掉。哎，这是三江源吗？三江源牛肉拉面。这穿越了吗？咱们在这儿等等我们那个朋友，哎，来了，陈一宁。金门火花是吧？你好，陈老师。你好，你好，你好。我之前听说这儿是非常难得，就是海岛上它有耕地的。对，它有耕地，就是一般的岛都是中间一座山，然后旁边有一圈平地，对吧？但这个岛不一样，这个岛是周围一圈山然后中间是一块平地然后它就相当于一个盆地。能够长期稳定有淡水，所以这个地方能种水稻而且这个岛的水稻能自给自足，就是舟山没有这样的岛。那这岛还真是得天独厚啊。对，所以水獭也喜欢。对，水獭也很喜欢。你看，像我们现在就顺着水獭会走的这个水道走到了他们的村子里，金黄的全是我们即将收获的水稻，水獭呢就生活在这些水稻的这种灌溉渠。就以往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它可能人烟越稀少，它可能越有。对，很多人都有这种观念，认为野生动物那它就是在毫无人烟的地方，人跟动物得隔开。其实不是这样的，像水獭就很典型，共存。对，它自古以来就跟人共存。像我们这边看到的每一间房屋的构型、布局，以及我们刚才看到水獭会走的那些淡水河道的布局，70年没有变过，特别难得，特别难得。而另一方面呢，它又在积极发展着工业，所以这个岛非常的奇妙的一种结合，一种组合方式。有在变，又没有在变。对，一部分它在跟着时代去演化，另一部分还有保留了一个小小的切片，很有意思的。这个岛人特别多，然后它工业特别发达。它生产一种小五金叫螺杆。它生产了全中国75%的那个。听到这里，我其实是有一个疑问的。虽然岛上有丰富的淡水资源、良好的自然环境，但依然不足以回答水獭为什么格外喜欢这个工业发达、人类活动频繁的海岛。这个呢，需要研究水獭在岛上的吃住行才能解答。所以正好你们来了，那就加入我们当几天志愿者一起来研究吧。哎，诗诗姐来了。Hello。呀，哎呀，你穿了个水獭？对啊。哎呀，那我也得亮一下我的身份了，我也穿了一个。哎呦，你们怎么都有水獭啊？我也穿一个水獭。走吧，我们去工作站里。我们这个工作站建站了刚好1整年。然后这边有个签到板，就是来我们这儿签到，我们都会在门头拍一张照片合影。我看到那个墙上贴了很多对联呀，那些年画什么的，都是以这个水獭为形象，我觉得这个特别好。进山不要穿棉裤。对，这条裤子就是涂鸦老师的著名作品。进山的时候走进了弹竹林子，然后他出来这条裤子就废了。坐在那儿都扎人。这有草船借箭的意思。他们就喜欢做这些东西。我记得你们还做了一个用那个铁线虫做了一个 love。那是我做的啊。
螳螂肚里钻出一条铁线虫来，然后他用铁线虫窝了一个 love， 然后做成标本了。然后这就是最开始这个岛上发现水獭的事儿。有一只水獭进了人家家里，然后就报警了。看着跟个黑猫似的。对，然后我们当时就第2天到，我们想看看有没有，结果我们也没有找到它，也没有找到痕迹。当时我们准备走了，然后那个警察啊，他喜欢钓鱼，他说这个东西很少嘛，我晚上钓鱼的时候经常能看到。哦，他说是不是就2个眼睛亮亮的，然后在那儿游的？我们说那你带我们去看看呗，你钓鱼的地方。然后一到那儿一低头就有水獭粪便，然后沿着河走就5米10米就全。就当时就觉得这个岛应该挺多的，但没有想到这么多。这个岛呢离浙江大陆非常近，但是这儿的水獭竟然这么多，为什么之前的人类活动没有影响到它？我觉得这个岛是一个很好的标本，就是用来研究这个事儿。涂鸦来介绍一下我们的日常工作。我们会有一个在全岛的红外相机的覆盖，我们可以看看平时拍摄到的一些视频，可有趣了。这是一个它稳定的打滚的一个地点，所以我们在这放了个相机。这是桥底下。对，一个大桥的桥洞。它从水里上来之后，它特别喜欢把自己的毛给弄干，而且一打滚可能就1个小时。哇，很可爱。现在我们这个岛上的水獭大概有多少？我们现在也很想知道它的具体数量，所以粪便就很珍贵。对，就是这些新鲜的屎是可以把它的 DNA 提出来，提出来之后，我们知道这个岛上得有多少只。闻闻塔屎，心里踏实。可以打开吗？可以打开，就是给人闻的。不要猛吸啊！不要猛吸，不要猛吸。哦，什么味儿？描述一下。不是，我不约受，您闻。确实不臭，有一种那个咸菜疙瘩那个。对对对，不错，鱼腥味儿。对，最开始鱼腥味儿。采集粪便很重要，因为几乎所有的兽类研究都需要采集粪便。就兽类很难看到，它躲避人的意识很强，所以粪便就变成了兽类留给人类的宝贝。分析这些粪便呢，就可以了解它们的领地在哪儿啊，吃些什么啊，等于对水獭做了一次深度的采访。我们今天的任务是铲屎，所以我们后面分2组。胡老师跟诗诗姐一组，跟我一起去西边一个水獭会登陆的闸口看一看，然后龙哥跟小亮一组，涂鸦老师带你们去东边另一个闸口。那其实我们左边就沿着水獭的路线在走了。这一块的水獭是金塘岛最爱吃小龙虾的水獭，对，那酒精一泡全是红的。那座大桥就是金塘通往舟山本岛的高速大桥，桥真大。像我们这个区域，虽然它这么繁忙，很多大车，很多人来人往，但是它也是我们水獭在金塘最活跃的一个区域之一。我们开车真的无数次从这个大桥上经过，但是谁想在大桥下面有水獭，之前我完全没有听说过。我们现在到了海边了。像这边的水流全是淡水了，而我们左手边就是东海了。我们现在看，这就是一个海闸。我们岛有特别多的这样的入海口的闸门，就刚好有一些通道，而这些通道其实本来是给人设计的。但水獭它其实很聪明，它一定会往内河的淡水去走，也会利用这样的地方，比如这里。这其实就是一个很小很小的楼梯口。对，您看这条海塘其实有1公里左右，它其实只有这一个口。而水獭就会利用这一个口子向内进到淡水里。它从这个地方上来之后，它会以最快的速度进入到下一个水域里，减少在路上停留的时间。从这儿我们现在都是水獭，然后那边就是河。对，这边是河，直接过马路。对，它会一定以最快的这个路径走到上面来。现在是水獭来到了这里，这就是一条从海到内河的最近的一个路。那它会怎么着？跳下去啊？对，它是可以直接跳下去的。其实水獭适应环境的能力是很强的，就是人你甭管给它折腾成什么样，你只要给我留一线生机，我就能活。它那么长的海堤，其实就有一个口，
是为了人设置的。结果那水塔就根据那个台阶儿，它就能上来。上来之后，它也是没有任何的闲逛，直接上来之后就过马路，过马路之后就拉屎，拉完屎就下河，不走冤枉路。我觉得这可能第一跟他性格有关吧，第二呢也是跟环境有关，尽量减少暴露自己的机会。我觉得这都是跟人类协同演化中产生的一些新的习性。这个是它的一个主要的通道。对。那是什么啊？弹涂鱼。啊。然后两只还会互相打架，争那个小水潭。然后打架的时候，它的那个背鳍会立起来。它那个是鱼鳍是吧？不是脚吧？不是脚。但是这么看着很像脚，是不是？啊。对，它能扒拉。看见吗？那有一只螃蟹。哎，进去了。它一下就进去。那边也有。就是那个螃蟹一个钳子特别大，那这叫招潮蟹。就是它那个钳子挥的时候，人觉得它在招那个潮。招潮蟹。然后外国叫它小提琴蟹。它那个有一个钳子小，那个钳子会吃这个钳子上的泥巴。哦。然后就像小提琴。现在就仔细找一找有没有粪便。这坨啊？哎，我看到了，这里。呵，这2块。嚯，这个很难认，我以为这个呢。我以为这个。这个可能是一块土。这2块很有意思。你看它的颜色，这个是墨绿的，这个是偏红白的。这我感觉是那个虾蟹比较多。对，因为这片水域里的淡水小龙虾是很多的。要是水獭还在全国很多的话，小龙虾没准也不会这么泛滥。对，这2块就作为干燥粪便，我们把它采集起来吧。这好明显的龙虾腿。尽量采集完全。然后我们还需要做一下记录。这个要怎么写啊？先写一个大写字母 D， 因为是干燥粪便嘛，我们就用 dry D。然后再在下面的地方写一个时间。把离心管装进一个小自缝袋，一次采样就完成了。水獭它特别喜欢桥下，因为这儿淡水特别多。这个点位也是你们去踩点发现的是吧？对，就其实这样的桥洞是我们最常工作的环境。来，我们戴个头盔吧，经常撞。这么很好笑。直接戴着。走，稍微有点低哦。好，那个也不要踩着屎，我已经看见了。哎呦，进来就撞。我听到了。啊，那个吗？这个是吗？这个是啊，就是你看啊，他就喜欢在这种凸起的石头上。他们拉在这儿多硌呀！他是不是拉完这么蹭一蹭就干净了？擦屁股。我感觉他拉在突出的地方更重要是宣示。就这样比较明显。对，比较明显。它跟猫完全是反的。猫拉完要赶紧埋起来，不让别人看。尽量不要拿那个刀面去割，那个骨头容易割碎。这个属于新鲜的还是？这个才是干的。我感觉这个有点味道。哇！哎，来，我看见一个新鲜的。哟，看。新鲜的。是不是跟你刚才产的完全不一样？对，比较有粘性。它这些粘的可紧了，粘的特别紧。它就是怕被别人铲了。就是这些新鲜的屎，它很快就会降解，所以需要放进酒精里，然后才能把它的 DNA 提出来。差不多了吧？可以了。这要拿酒精吗？对，拿酒精给它倒满。不用特别满。这样？对，差不多。你写吧。这个新鲜的编号就不能写 D 了，要写 W， 就湿的。马上就变颜色了，跟那个泡药酒似的。采集完屎呢，我们现在把这些屎带回工作站，
那下一步就是拆屎了。拆屎呢，可是个细致活。可以。就是有一部分冻下来的屎是要去检测 DNA 的。对，因为这部分是它已经干了，它 DNA 提不出来了。明白。那通过这些，我们主要还是了解它吃啥。因为它有骨头嘛。对。拿酒精给它。对，拿酒精给它泡开。用酒精泡的原因是，第一个是它毕竟是屎，我也不知道它里边有啥。就是这很关键，然后酒精可以消灭一些你不知道的东西。什么样的品相是咱们需要的？其实像椎骨、肋骨，然后你看着像鱼头上的骨头，你就可以把它挑出来。你看这块儿，应该是个腮盖，像这种就可以挑出来。这也太厉害了。让我认完整的鱼，我都认不明白。那我们自己来操作一下嘛。好。对，用酒精先泡一泡之后，它容易散开一点。像您看这些有一些细的已经开始剥离下来了。那这种不就像我们平时吃的鱼刺的样子，有鱼肌肉里的那些小的刺。对，这几块都是很明显的是腮盖。这一只塔当时应该全在吃头，你看一拆出来全是腮。对，水獭特别是会把这个头的骨头咬得很碎，所以给我们增加难度了。你是希望它消化不良是吧？那减少我们的工作难度。像胡老师跟师姐这2份其实差距就还挺明显的，师姐这边就基本全是这样的，对，小刺。胡老师那边就是腮骨、头骨比较多。就他那是鱼头，我是中段呗。对，就是吃的中段。我估计你那个是小水獭，小水獭不喜欢啃硬骨头。像我们自己拆的时候，就特别希望能拆出耳石，次数不多，但拆出来过。但是我们现在不知道它到底长什么样。长什么样子呀？大概是这样的。一块这样的，对，就很明显。这块就是我们从水獭粪便里我们自己做的时候拆出来的，我们都没有特别的清洗，它就是这么很干净。然后它的边缘这些锯齿，它的形状其实都是可以去用作这个物种的鉴定的。大概就1毫米多一点的，特别扁扁的，有点像贝壳是吗？对，而且很白，质感很润，像玉那样的。1毫米，特别白，特别润是吧？有吗？有吗？能有吗？翻过来啊，翻过来。哎，是吗？哎啊，像是不是？有点像，有点像，有点像。我感觉这块颜色跟别的不一样。对，存疑。我这已经看见腮盖骨了。也是这么高？它就是最大最圆的那片。肋骨也要吗？肋骨要。这也是哦。然后还有椎骨。这2个是脊椎的。这块应该是腮盖。这还有个椎骨。我这啥也分不出来。像这种就是腮盖骨。这个就这种。这个对。大素都认不出来，我这眼神。没事，你只要拆开了之后，后面就一下就多了。在我眼里都是屎。这是鳞片。鳞片认不出来。看我好不容易拆一个没用。这个是黄桑那个鳍条吗？哦，对。对吧？弄出一个那个黄辣丁的。这个就是黄辣丁的那个胸鳍。这能看得出来。解剖出来一根黄桑鱼的那个鳍条，哎呦，那东西它真能吃的话，也是挺厉害的。那个东西又有毒，又粗，整根吃都不卡嗓子，而且还能把那刺整根的拉出来，那不是一般的嘴跟胃。这里边大概有4条鱼，这小腮盖、中腮盖、大腮盖，太厉害了！拆的比我细，我都不知道拆出来啥。是你拆那么多啊？这比我们的多了，洗的还特干净。
一块是一块的。我觉得就是以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参与，然后这样一个有意义的事情，我觉得还蛮好的。这个会不会是那个？是很有可能，很有可能，因为它不是眼睛，我这是眼睛。哦，有眼睛。哦，这个晶莹剔透的。不是，现在就是根据拆这个史来看大家的星座。跟你们这一比，我就一坨屎拆完，我还是一坨屎。龙哥这一看就是习武之人嘛。老胡这个是强迫症，对，看出来了。强迫症。金汤岛的水獭粪便里，已经拆出了克氏原鳌虾、日本沼虾、黄嗓鱼、鲤鱼、鲫鱼的身体零件。这说明金汤岛丰富的淡水生物是水獭在岛上频繁活动的又一大原因。那我们要不一起看看晚上吃点啥？咱吃火锅吧，热闹。好，后边那地里边还有好多东西呢，是吧？咱拔点。行。现摘是吧？可以现摘。哦，好。因为这边都是我们房东的。然后他种了各种，就是你看那边的柚子，然后他种了好多李子，这些都是这个岛上特产。这是啥呀？这是那个地瓜叶儿。哦。白薯，来点吧。不用一片叶子一片叶子。您这太细致了，这。做树叶标本这是。你这井里打水是哪儿练过吗？一绝吧。小时候去我苏州姥姥家、奶奶家，奶奶亲戚家，他们就有井水。小时候特别喜欢打，好玩啊。就我一进院子看到那口井，就小时候的回忆全部来了。就小时候我最开心的就是夏天去到苏州，然后去玩那口井。小时候所有的什么西瓜啊、水果啊，都会放在一个木桶里面，放到那个水井下面，印象很深。好嘞，谢谢。很多人都梦想有自己的一片菜园，养点啥的，但那个都是梦想。真的有一片这样的地，你得花好多的时间和精力，一天甭干别的了。现在这就是咱们梦想中的菜园，别人的。介绍一下我们的志愿者，本地人王叔。你好，王叔。我们来举杯，谢谢大家来，我先喝点儿。哎，你这梨子好甜，不错吧？这个季节本身就比较的燥，那其实也是吃梨的比较好的一个时候，正好也带了个小的榨汁机。开喽！开了，赶紧来，赶紧涮吧。那岛上有没有关于水獭的一些传说？有很多的。就我们家旁边那里有一个小水库啊，水库边上呢有一个那个水塘。头天晚上呢，他们可能是几个人拿那个就是手拉的这种车，抽那个水塘。抽到可能也到傍晚了嘛，水可能还有一点点，但是鱼已经看到很多鱼在那里了，是吧？晚上天黑了也不好抓，说行了，回家吃饭吧，明天再来抓。第二天天亮了，他们几个人过去抓鱼去了，那个底下了一条鱼都没有，所以他们就觉得很奇怪嘛，说哎这个鱼到哪里去了？到处找不到，说没鱼了。他说哎呦完蛋了，这个鱼了肯定水鬼都叼走了，水鬼偷跑了。完了他可能第二天去那个一个小山后面割那个牛草，他就闻到了，他说哎怎么这么臭了？转过去一看了，坟滩前面一大堆鱼了都在那个地方都烂了。那当时他们都吓坏了，我小爷爷吓死了。他说这个水鬼呢，因为你说这个东西昼伏夜出了，完了把这个鱼叼到
缝包边上，你说这吓不吓人啊？更像水鬼啊！对呀，他没吃啊，没吃掉。那他肯定吃过，但他吃不了多少，吃不完。哎，对他吃一大堆，全部给他拖到那个地方，那鱼都臭了。所以他这个就是可能比较典型的一种生活习性，塔鲫鱼。塔鲫鱼是中国人在2000多年前记载过的一种水獭的行为，《礼记》上面就写，春天会出现的物候有什么呢？东风解冻，蛰虫始振，鱼上冰，塔鲫鱼。就是说春天水獭会抓大量的鱼摆在岸上，好像在摆祭品。中国古人把这个现象作为春天到来的标志。就其实以前这个现象应该非常普遍，不然不会作为这种春天来了的象征。但是因为这30年水獭真的太少了，所以就没有人见过了。但是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发现，就是真有这种现象。对，就是这个，就是今年在唐江河保护区拍的，就是他抓了一堆鱼。其实你说这个东西，咱们公开了以后，在那个视频里面看到，那多可爱一个动物啊，对不对？这么萌萌的，是吧？我看来挺喜欢的。你要是不是陈老师跟我讲，我看那个视频，我们还是以前的那种想法，就那种，又说它是什么水鬼啦，又说它其实很负面，它的形象很负面，不吉利的啊，不吉利。对。其实我们的主要工作是发展像王叔这样的志愿者的，让他们了解这个东西，不要害怕。很多事情就是因为不够了解，所以就会产生误会，甚至是抹黑，啊。所以水獭数量多的话，也说明这个淡水的系统比较好，是吧？对，说明很多问题，说明这个河里边有鱼洄游，这个鱼的个体足够大，数量足够多。为什么春天才有塔鲫鱼？因为春天就是鱼洄游的季节。塔鲫鱼的传说，描绘了一个河流清澈、鱼类繁盛、水獭随处可见的美好世界。观察残存水獭的行为，使我们确认，那样的世界曾经真实存在过。下一步，就是让未来的世界重现那份美好，让塔鲫鱼重新出现在中国越来越多的地方。第二天，我们准备在水獭的必经之路上放一些特殊的玩具，看看水獭会不会表现出类似塔鲫鱼那样更多有趣的行为。我是这么想的，我想在这儿放镜子，然后把相机架那棵树。那个玉树那儿也做过这个实验，就是他们想要看看那个水獭它有没有学习能力，就是它能不能意识到这个。那是它自己。对对对，结果就是放了好多天，他每一次看到那个镜子里的那个水獭，他都要去找一找镜子后面，就是看看它在哪儿。我们也做过这个实验啊，然后我们是装在桥洞底下的，然后水獭每天来，看都不看一眼。我们觉得是不是桥洞下太黑了所以它看不见所以我想换个地方，所以我想在这个位置明亮一点，对，亮一点，看看能不能有点作用。哎，也有可能。我们把相机架，那扶好啊。然后还得拍到水獭跟镜子反应的话，得这面朝那个相机。你这个地上需不需要拉个槽？拉个槽，然后再那个拉个槽，后面也得靠一靠，然后前面夹一夹。对，搬2块石头。我去找。你来刨这个吧。你来刨这个，我去拿水。我们先来搞这个。哎，你用哪边刨呢？都可以。说有就有，特别好。哇，这肯定够用了，够用。而且也怼上，前面夹着点就行。不要影响它照镜子，这样肯定可以。还挺结实的。可以，非常结实。然后看里面的角度，就是我假装我是水獭，看我的鞋。因为水獭没有那么高嘛，就看我的鞋看得见吗？能看见，能看见。现在这个角度刚好，把相机调正就行。好，我们这一块就这样吧。前面行，有点草也没事。
有点草更真实。肯定觉得这是个奇怪的东西，然后就会来看一下，说不定就有反应。好，这就是高速那收费站了，后面就是大车，左边就是水，水里就有水獭，就很魔幻，其实。想象不到这种地方会有水獭。确实，最开始都是在一些想象不到的地方去找到的这个痕迹，看着都感觉大海捞针似的。其实这个物种它的全分布范围来说，从来都不是离人特别远的一个物种，只是在我们国家太久没有见过它了，大家都忘记它其实曾经就是一个与人相伴而生存的。就在我们身边的。对对对。哦，哎，这还有个，就突然就感觉变了，曲径通幽的。对，在工作站我们看视频也看到，它特别喜欢打滚。就是把身上的毛给弄干。那么我们也跟一些做水獭同行聊过天儿，发现水獭最喜欢的可能是黄沙，所以我们希望在今天这个地方做一个小实验，人工的给它铺一块沙地，看它会不会主动的选择到这个沙地上去这么打滚。咱们可以试试。就那排桥墩下。啊，我看到了。这个大车过去，现在想到下面有水獭。对啊，而且这晚上也是哐哐哐的。他们白天是在窝里睡觉吗？我们也在猜这个事儿，至今不知道它白天在哪里。我们特别幸运，今天凌晨在这拍摄的有2只水獭同时出现了。先上来一只，然后另一只在下面先用下巴做了个记号。大概也就12个小时前发生的事情。好啊，那咱铺沙子吧。对，我把那袋沙子搬过来。嗯，好的。您拿这个。哎。哇，沉的，50斤呢。哎呦！亮哥，你可以啊！哎呀，让我一个人拿，我可拿不动。把这个坑给铺平就好。填上。对对。大型死瓣管。嗯。水獭死瓣。而且也许这样铺了之后，还更容易留下脚印。哎，对了，我们就可以获得更多的脚印模型。得写出来，要不然人家不知道干嘛的，是吧？希望他能看懂吧。哎，你这还做出花纹来，螺杆是吧？他看着亲切。得来啊！这不来，对不起我们。啊，一定得蹭啊！啊，我要是水獭，我上来看到这地方爽死了。昨天还没有，突然天上掉了一个沙坑，我都想打滚。这水獭真的是很能将就，稍微有一点桥洞底下能让它喘息的地方，它就可以在这儿。人类跟水獭共存，其实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它的存在也提醒我们，还是有像这样很像样的野生动物愿意跟我们生活在一起。那么我们在建设城市的时候，是不是也要考虑一下他们？我真没想到，你们怎么找着这个地方的？就骑着电瓶车沿着水硬找。所以你们当时真找到的话，看着满地的那粪，肯定有那个兴奋感。特兴奋，就像满地黄金一样，真的那可开心了。原乡要做的事儿，除了搜集水獭的信息以外，更多的就是让没有那么了解的人，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去了解他们。当你了解他了以后，你对他产生了这个情感的连接了以后，我觉得你自然而然的想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哎，我们怎么样可以对他好一点？我觉得就是这些天干的这些事情，从本身自己是一个陌生的角度开始，带着大家一起去认识一些以往可能会忽视的事情也好，或者是没有在意到的一些事情，然后把它变成一个因为你的行动就可以去改变它未来方向的事情。
这个昨天他们去放镜子。对，我们俩。傅老师，你看昨天放镜子的地方来水獭。这是昨天吗？对，运气特好。哇，他就看了一眼就走开了。一个陌生的东西就没有反应。哦，他没有跑到正面是吧？对，就运气挺好，一放就有，这个我们没想到。之前我们放了镜子都是隔了好久，他才过来。才过去。在龙哥和小亮老师做的水獭 SPA 那边，水獭他虽然是来过了，但是他可能是忍住了吧，没有上去打滚，有可能是他比较谨慎，还得再去适应几天。不过呢，他还是在这个上面留下了一串特别清晰的脚印，这给我们之后做水獭的步态研究以及脚印的石膏翻模都提供了特别好的样本。这2天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他之所以跟我们人类能把时间错开，他可能就是有意的在回避我们人类。我觉得是好事，可能更多的我们需要的是不去打搅他们。现在我有个疑问，就所谓的保护是什么呢？就在我看来，他们现在没有受到伤害。其实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岛正在不断的变化，而且非常的快。我现在怕的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它出来觅食或者活动的水道，但是它的繁殖以及它真正的休息的巢穴究竟在什么地方？当这些繁殖巢穴、休息巢穴在这个岛变化的过程中消失了，没有人知道。昨天咱们去的那个堤坝，那么长堤坝就一个通道出口，对，啊，那这出口感觉也没什么，给它封上就封上了，哎，可能就差这一个口，它就整个就上不来了。所以我们现在都在更了解它，了解它了之后，避免这种事情发生。所以现在还只是一个了解的过程。对，我们希望去发现这个问题。现在看起来它可能似乎是很和平相处的，但可能有一些潜在的问题。一旦我们错过这个节点，可能以后就来不及了。就是我老说那句话，就是说我们老觉得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才是正常的世界，其实未必是。对，就是以前人的这个可能就是跟许多野生动物一起生活，履于下而有麋鹿嘛，就那种生活。所以我们不得不承认，就是人类是生产力的不断的升级，其实是加速了整个环境的改变，是吧？对，但是也因为生产力的升级，让我们意识到了一些问题，然后可以用更多的技术手段去解决这些问题。金堂岛的故事，为如何在城市中保护和人类密切共生的野生动物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在经济高速发展时，只要保留一条干净的河流，一个宁静的角落，一片不变的田园，就足以留下许多动物。在曾经的忽视中，水獭从处处可见变成了珍稀动物。幸好金堂岛依旧美好，但我们不能因为美好而继续忽视下去，在美好中及时行动，应该成为未来环境保护的主题。爱上水獭后，我们都想亲眼见一次水獭，大家都很期待，当我们真和它见面时，将会发生什么？天上有日月和星辰，地上没有一乡人，都曾跟做菜放佐料是一个道理。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都是适量。看到没？但是有个东西游过来，看到没？游过来，上不上来有个人？